弟子在。你自立门户，日后当走侠义正道，约束好门人弟子，令他们不致为非作歹，祸害江湖，那便是广积福德，多积善因。在家出家，都是一样。破门之事不可废，那杖责就免了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知道少林寺重视你们的清规戒律，执法甚严，没想到却还是一帮乌合之众啊！灵鹫公主德行天地，威震四方，古今无比。怎么，你们少林寺今日是要欺软怕硬，看人下菜碟吗？国师大义见责，老衲知错了。虚竹，你尚是少林弟子，受杖刑吧。弟子虚竹，身犯戒律，恭领戒律院杖责。怎么了？这是谁呀？弟子虚竹，可还有何辩解？没有。执法僧，行杖。你背上是什么？你不认得你的娘了，啊？娘，你是我的娘？是啊，我是你的娘啊！我的娘？我生你不久后，就在你的背上，还有你的屁股上，烧上了9个戒点香疤。你的屁股上是不是有9个戒点香疤啊？是，你是我的娘。我是你的娘啊，儿啊，疼不疼？冷不冷啊？啊！快把衣服穿上，一定很冷吧？很疼吧？啊，儿啊，叫娘，叫娘啊！叫娘，娘，娘，儿啊，娘，娘，娘终于找到你了，
这24年来，娘白天也想你，夜晚也想你。我气别人家有孩子，可是那人却把我的孩子偷去了，于是我就把别人家的孩子又偷来。可是别人家的孩子哪有自己的孩子好啊？娘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的儿啊！三妹，你老是偷别人家白白胖胖的儿子来玩，原来是这个缘故啊！哎，虚竹小子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娘呢是我的义妹，按理说啊，你得叫我一声岳二伯，哎，是不是？不对，这个真不对。哎，虚竹子是你师傅的把兄，按理说呢，你该叫他师伯。他母亲呢，我又是他义弟，按辈分啊，你算算，比你高2倍。你快叫我师叔祖。呸！他是我的儿子，不许你打他。阿弥陀佛，众僧暂时住手。是哪个天杀的狗贼，害得我们母子分离了24年？儿啊，我们就算走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这个狗贼。你娘我斗不过他们，但是我儿武功高强，你要替娘报仇雪恨。你这孩儿是给人偷去的还是抢去的？你是谁？你脸上的血痕从何而来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难道你不认得我吗？是你，就是你！不错，你的孩子是我抢的，你脸上的血痕也是我抓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和你无冤无仇，素未谋面，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孩子？你让我这24年来受尽了多少的折磨？你告诉我是为什么？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娘，我爹爹是谁啊？我不能说呀，我不能说。叶二娘，你本来是个温柔美貌、端庄贤淑的姑娘，可你在18岁那年，受了一个武功高强、大有身份的男子所诱，失身于他，生下了这个孩子。我说的对吗？娘，是吗？是。不，他没有引诱我，是我引诱的他。这男子只顾到自己的名声前程，全不顾念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未嫁生子，处境是何等凄惨！不，他顾到我了，他给了我许多银两，让我好好的安顿自己下半辈子的生活。那他为什么让你漂泊于江湖？和他没关系，我不能嫁给他，他怎么能娶我呢？他待我向来很好，他是个好人，我不能连累他，他是个好人。娘，我爹到底是谁啊？这叶二娘恶名昭彰，
但对当年的情郎却是情深意重啊。只不知这抛弃他的男人是谁？想来那人定是武功高强，地位颇高，是以不敢告人。之前这4大恶人同夫大礼，要找段王爷的麻烦，莫非？我所识女子的确不少，若是与我有关，又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呢？纵然是在天下英雄面前名誉扫地，我段母也绝不能如此亏待她。这孩子的父亲就在此间。你为什么不把他指出来？娘，我爹是谁？我不能说。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孩子身上烫了27处戒点香疤？难道他一生下来你就想让他当和尚吗？不是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在他背上烧了香疤？我不知道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别再问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娘，你要是不说，我替你说。这孩子的父亲是位佛门弟子，而且还是一位得道高僧。上身的话。孩儿啊！阿弥陀佛。儿啊，赶紧扶娘下山，这个仇我们不报了。快扶娘下山，快走！你不报仇，我却要报仇。燕儿娘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抢你的孩子？是因为有人把我的孩子抢了去，令我家破人亡。你的孩子也是被人抢去了，你是为了报仇？不错，我当年抢了你的孩子，把他放在少林寺的菜园中，由少林武僧将他抚养长大，授他一身武艺。那是因为有人也抢了我的亲生骨肉，把他抚养长大，授他一身武艺。你想不想看看我的真实面目？怎么有2个乔峰？是啊，不是乔峰，这人年龄比他大多了。只是这2人相貌极其相似，若不仔细分辨，还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差别。难道他是？不错，我正是你爹爹。咱们父子2个长相身材如此相似，不用相认，我自然是你老子。咱们大辽国的男人都有这个印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30年前，雁门关外，你娘惨遭杀害。当日我伤心欲绝，欲跳崖自尽，不想命不该绝，跳于谷底一桩树枝之上，竟得不死。这样一来，为父死志已去，便兴复仇之念。雁门关外，那些中原武士不问缘由，杀害了你手无寸铁的娘。孩子，此仇该不该报？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焉能不报？当日杀害你母亲的仇人中，有大半都被我已除去。丐帮的前任帮主汪建通染病身故，只剩下那领头的大仇人，他至今仍然健在。孩子，你说该拿此人怎么办？此人是谁？此人是谁？你爹我当年是辽国的山军总教头，深受萧太后的器重。那日我与你娘怀抱着你，准备去外婆家，恰逢属下来报，说我大辽国皇帝轻信谗言，要举兵伐宋，我甚觉不妥。本想回到上京，便当面亲自劝谏，可不想半路杀出数十名宋国武士，将你娘杀害。他们不知在哪里听说我要去少林寺道经，自以为为大宋办了件天大的好事，殊不知正因如此，才使得辽宋两国征战连连，民不聊生。这30年来，我藏在少林寺当中，将你们的经书瞧了个饱。少林寺的高僧们，你们有本事，今天就把我杀了，否则你们的少林武籍就必将流入我们大辽国。到时候你们再在雁门关外埋伏的话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这么说，当年那个人杀我娘，可以说算是误会，并非出于恶意。可他杀了我养父养母，害我背负着恶名。你错了，凤儿，那乔氏夫妇是我所杀。养父养母待我极有恩义，为什么？你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本来我们一家人和睦，何其之乐！他们宋国武士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你抢了去。那乔氏夫妇冒充你的亲生父母，他们不仅夺走了我的天伦之乐，还不把真相告诉你。此人岂不该死？那放火焚了单家，杀了赵钱孙，谭婆的也是你。不错，都是你爹爹我所杀。当年雁门关外杀害你娘的人是谁？这些人明明知道，却个个不肯说出真相，袒护于他。此人岂不该死？我苦苦追寻的大恶人，竟是我爹。少林寺玄苦大师亲授我武功，10年中寒暑不断，我能有今日，全靠大师栽培。为何？
这些南朝武人个个阴险狡诈，有什么好人？当年杀害你娘的仇人中，有丐帮的帮主，也有少林派的高僧。他们只想永远隐瞒这段血腥的罪恶，将我的儿子变成汉人，拜他的仇人为师。那日晚，我打了玄苦一掌之后，便隐身在旁。随后，你又去拜见那个秃驴，他那不可置信的样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确实可笑。原来这一切是萧远山二位，看来以前是错怪萧峰了。哼，他父子同体，老是作恶怪到儿子头上，其实没什么不该，你哪知道冤枉了他。原来如此，难怪那天小沙弥会误认为是我。当年带领中原武人在雁门关埋伏的首恶，爹可知道是谁啊？那是当然，岂有不探查明白之理？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若一掌打死他，岂不便宜了他？叶二娘，你是跟谁生下了这个孩子？你要是不说，我替你说。我在少林寺隐伏30几年，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的眼睛？你在紫云洞相会，找乔婆婆为你接生，这些事情，你要我一五一十的当众说出来吗？好。不！萧老英雄，我求求你，高抬贵手，大仁大义，放过他吧！我的孩儿和你家公子是八拜之交，求你看在他年纪这么大的份上，还有现在的江湖地位，你要杀要打，你冲我来！我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！萧老英雄，娘，娘，快起来！娘，快起来！善哉，善哉。既造业因，便有业果。虚竹，你过来。不要！娘，放心，没事的啊。你在少林寺24年，我竟然不知道，你便是我的儿子。方丈的儿子，怎么会是这样啊？这个如何是好？儿子不认得，你也是我的孩子，怎么敢出这个事？敢出这种事？方丈。萧老施主，你与令郎分离30年，不得相见。可你早就知道，
他已经武功练成，声名鹊起，成为江湖中一等一的英雄好汉，想必自然会欣慰啊。而我与我儿日日相见，却只知他被强者掳去，不知生死，反而日夜为此而悬心不已。你别再说了，说这些又有何用呢？二娘，既然做下了恶业，反悔固然无用，隐瞒也没有用，都是这些年，让你受苦了。我不苦，你不能说的苦，才是真的苦。萧老施主，雁门关外一役，老衲铸成种种大错。众兄弟为了包庇此事，又一一送命。老衲今天就是再死，为时已晚。慕容博老施主，当日你假传音讯，你说契丹武士要大举来少林寺夺取武学典籍，以致酿成种种大错。事到今日，你的心中是否有一丝丝的愧疚？所以当年的大恶人是慕容博。方丈大师眼光果然厉害，居然将在下认了出来。主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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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原来你没死啊！慕容施主。你我交好多年，老衲素来敬重你的为人，对你自是深信不疑。之后误杀好人，老衲有心询问一二，却听到你因病去世的消息。知道你和老衲一般，也是误信谗言，心中内疚，所以英年早逝。如今看来，原来爹假传音讯，是为了挑起宋辽两国的斗争。便可借此机会复兴我们大燕国。慕容施主，原来你姑苏慕容氏是帝王之敌，你所图谋的大事，事实证明终究难成，还害了许多无辜的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如此说来，我玄卑师弟也是受你所害。你想挑起大力段氏和少林派的纷争，因此痛下杀手。你本想是段家的一阳指，只是你学艺不精，无奈你只能使用你慕容家的看家本领，最终偷袭害死了我的师弟。慕容施主，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实在残忍至极。
老方丈，了不起，只可惜你明察秋毫之末，却未见于心。我与萧兄在贵寺隐藏多年，你竟一无所知。明白别人容易，明白自己甚难。克敌不易，克服自己的贪嗔痴三毒，真是难于登天。老方丈，念在你我昔日相交多年的故人之意，我都会直言相告。你还有什么事情想问在下的吗？马大元是被他的妻子和白世敬合谋害死。段王爷曾言，白世敬是被一蒙面人所杀，但不知那蒙面人究竟是你慕容施主，还是萧老施主？白世敬是我杀的，我萧某平生最恨背叛之人，此人背叛我而在先，我自然是容不得他。别走，爹！我少林寺乃佛门善地，非是私相殴斗之场，众位施主请勿擅进。阿弥陀佛。非也，非也，此少林非彼少林了吧？现在的少林寺已经成了专养私生子的善地了。阿弥陀佛。老衲身犯佛门大戒，有玷少林清誉，玄机师弟，依照本寺戒规，应当如何处罚？这个，师兄。按律处罚，虚竹，上前接受处罚。娘，这个罚我是一定要受的，你放心，没事的。执法僧，将虚竹处罚130棍。是是。萧远山，你们父子俩一起上的，还是咱们单打独斗，拼个死活呢？慕容老贼，你我之间深仇大怨，不死不解。今杀妻杀母之恨，定当我父子齐上，取你性命。慕容施主。慕容施主，昔日得施主指教，我一生的疑虑一日尽除，更承施主赠予我少林寺72绝技要旨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今天萧氏父子欲杀我而甘心，不知大师以为如何？你我知己，焉能袖手啊？今日之事，不判生死，绝不罢休。
诏受刑完毕。自此刻起，你破门还俗，再也不是少林寺的僧侣了。我没事。玄慈犯了淫戒，与虚竹同罪，身为方丈，罪行加倍。执法僧，将玄慈重责200棍。少林寺清誉攸关，绝不可徇私舞弊。方丈，方丈。少林寺千年清誉，岂能毁在我的手里？是，执法僧，用杖。用杖。师兄，快运功护身呐！玄寂大师，贵寺尊重洪门戒法，方丈一体受刑在下，万分钦佩。但玄慈大师年纪老迈，又不肯运功护体，这200下只怕是经受不起啊！娘。在下且求个情，眼下已经打了80仗了，其余之数暂且记下吧。正是，我们也来讨个情。算了，老和尚年事已高，就别打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多谢众位的好意，可是戒律不可违。执法僧，继续。师兄，快运功护身啊！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引诱了他，余下的棍子就由我来拔，好不好？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是啊，你不是佛门女尼，看不破爱意，何罪之有？虚竹，爹，
把你娘扶下去。爹，走。法僧，谢谢。萧氏父子英明盖世，生平又怕得谁来？可是今日想要杀我，绝非易事。不如你我做桩买卖，只要你们父子答允此事，便即可上前杀我。在下束手就擒，绝不抵抗。萧兄，当年我假传讯息，致死巨祸，萧兄可知，在下做此无意败德之事，究竟为何？你本是卑鄙小人，为非作歹，幸灾乐祸，还有什么用意可言？萧兄，我既费尽心力挑拨生事，想要双方斗得两败俱伤，以常理度之，必当有重大缘由啊！你究竟有什么重大原因？像我慕容氏，人丁单薄，势力微弱，重建邦国，当真谈何容易？唯有天下大乱，四处征战不休，我们才有机可乘。你捏造音讯，无中生有，意在宋辽生信，大战一场。不错，倘若辽宋间战争复起，我大燕才能乘势而动。萧大侠官居辽国南院大王，手握兵符，只需挥师南下，建立赫赫战功。你是想让我风儿助你一臂之力，复兴大燕？正是。行仗完毕。爹，20余年来，我可是日夜牵挂着你们母子二人。爹，我知道，我自己犯下了大错，可是我是无人可以忏悔啊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可以解脱了。爹，心无怪，人生于世，有爱有欲，烦恼多苦啊！解脱为乐。方丈，师兄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离我而去呢？阿弥陀佛。
们一家人今天才刚刚相遇啊，娘。娘，我们一家人才刚刚相遇，娘。枭雄只需接受此倡议，便可汲取在下性命，在下绝不抗拒。凤儿，这老贼所言倒也不假，你看如何？杀母之仇，岂可不报？但慕容老先生，您将此事说成了买卖交易，如此肮脏之事，并非我们萧氏父子所为。我萧峰绝不会中了你的圈套，成了你手中杀人的刀。弑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你身为辽国大臣，即便不为父母私仇，也应精忠报国。如此乐事而不为，你对得起大辽吗？我精忠报国，是保土安民，并非为一己私利。我们杀得血流成河，尸骨如山，凭什么你慕容氏就能趁机复兴你燕国？岂有此理！再者，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互相仇杀的惨状？不论大宋大辽，两国人民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好不容易两国休兵了数十年，倘若刀兵再起，将会有多少百姓死于非命？善哉善哉，萧居士宅心仁厚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当真是菩萨心肠啊！你藏在这里多久了？哦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这位萧老居士最初来看经时，我也来了10多年了。后来慕容老居士也来了，前几年那天竺僧波罗星也来道经。唉，你来我去的，弄得经阁的经书乱七八糟。那我怎么从未见过你呀？居士全副精神放在武学典籍之上，心无旁骛，自然瞧不见老僧了。记得居士第一晚来阁中借阅的是一本无相节指谱，嗨，从那晚起，居士就进了魔道啊！可惜呀，可惜。这些你怎么知道？居士第二次来借阅的是一本般若掌法，当时老僧见居士越陷越深，心中不忍呐，在居士惯常取书之处放了一本《法华经》，只盼居士能借去参悟。不料居士与正宗佛法弃之不理，找到一册伏魔杖法，便欢喜而去。唉，沉迷苦海，不知何日方得回头啊！慕容居士乃是鲜卑后裔，久居江南。老僧本以为居士必有沾到南朝的文采风流，岂知居士也对我祖师的威严法语不屑一顾，挑到一本拈花指法，便如获至宝。两位居士乃是当世高人，行事却也如此愚昧，于己于人呐，都是有害无益呀。
萧居士所修习的只是克制少林武功之法，慕容居士却是本寺72绝技所尽囊括而去，还录了副本，真是尤为贪心呐。想来这些年，慕容居士已必将这72绝技融会贯通，说不定已传授令郎了。是了，令郎年纪尚轻，功力不足，想来是传之这位天竺高僧。鸠摩智大师，你全然错了，次序颠倒，大难已在旦夕之间。什么次序颠倒？大难就在旦夕之间。这位老僧说话，未免也太危言耸听了吧？不是危言耸听啊，国师，请你将易筋经还给我吧。什么易筋经？你说话越发的让人难懂了。佛门弟子学武，目的不在争强斗狠，而在强身健体、护法伏魔。倘若不以佛学为基，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。功夫练得越深，自身伤得越重。我少林寺鉴察1000年，72绝技的典籍在此阁中，门人弟子可随意翻阅。可古往今来，为何只有达摩祖师一人身兼诸门绝技？这是宝刹内部的事情，外人如何得知呢？本寺72项绝技，每项都凶狠凌厉，均需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。只有佛法越高，慈悲之念越盛，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。但能修到如此境界的高僧，却又不求习多学这些凌厉的杀人法门，在我少林派那便叫做武学障，与别宗别派的知见障道理相同。本寺之中自然也有人佛法修为不足，却要强学上乘武功的，但练将下去，不是走火入魔，便是内伤难愈。本寺玄成大师一身超凡绝俗的武学修为，一夜之间筋脉俱断，成为废人，便是为此了。看来少林寺是无人了，竟找来这个扫地的老僧，在这里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。你当我鸠摩智是3岁小孩容易哄骗吗？你说少林寺72绝学不可尽学，那我为何学会了？我为何没有经脉齐断，成为废人？大师所练的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吧？以此为根基，本寺的72项绝技倒也可练，只不过细微之处不免有点似是而非吧。明王若是只修72项绝技使用之法，一时还不至于危及本源。可是明王此刻成气学上色现朱红，闻香学上隐隐有紫气透出，显明王在练过少林72项绝技之后，又去强练本寺内功易筋经。萧居士，您近来小腹上梁门、太乙两穴，可感到隐隐疼痛吗？关元穴上的麻木，近来却又如何呀？神僧明鉴，关元穴麻木之处
10年前只有小指般大小，而如今却有碗口般大。神僧既知家父病根，还请慈悲解救。萧施主宅心仁厚，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，如此大仁大义，不论有何吩咐，老衲无有不从啊。是神僧。萧老施主之伤，是因练少林派武功而起，欲觅化解之道，便须从佛法中去寻。慕容老施主视死如归，自不许老衲多言。但杨白、连泉、风府3处穴道上每日的万针攒刺之苦，你可知何解呀？爹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今日我们暂且别过，如果2位想找我们父子报仇，我们在姑苏燕子坞恭候大驾。你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那就接枭兄的高招便是。佛门善地，2位施主不可妄动无名啊！在下蛮荒匹夫，草野之辈，冒犯了，还恳请神僧医治家父之伤。老衲已经说过，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，需从佛法中寻求。我问萧老施主一句话：倘若你有治伤的能耐，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，你肯不肯替他医治？这慕容老贼，杀我爱妻，毁我一生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，又怎会帮他医治？你如不见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，难消心头之恨吗？不错，老夫这30多年昼思夜想的，便只有这一桩血海深仇。那倒容易。现在慕容老施主死了，萧老施主这口气可平了吧？爹，
我的仇人死了，那我该去哪儿？我要回我的大辽国，我还是到雁门关山外隐居，我还是带凤儿去浪迹江湖。这是为什么？这些都是为了什么？萧老施主，你要去哪里？这就请便吧。我已经无处可去。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，你未能亲手报此大仇，是以心有余憾，是也不是？没有。就算你不打死他，我也不会去杀他。可慕容少侠要寻老衲报仇，这如何是好？神僧是代我出手，如果慕容少侠要报杀父之仇，那就冲着我来吧。他取了我的性命也好。凤儿，你回大辽去吧，咱们的事情办完了，我在江湖上也没什么牵挂了。慕容少侠倘若打死了你，你儿子势必又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，如此冤冤相报，何时方了？不如天下的罪业都归我吧。住手！好俊的功夫，降龙18掌果然是天下第一。是时候该走了。别走！放开我爹！我提着他们奔走一会儿，活血脉。为何为已死之人活血脉？他们内伤太重，须得先令他们做归西状态，再图解救。难道我爹没死？你干什么？
你二人由生到死，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遍，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倘若适才就此死去，还有什么复兴大燕、报七仇的念头啊？弟子枉在少林寺待了30年，心中却无半点慈悲，请师父收录。你杀妻之仇不想报了？弟子平生杀人数百，如果我所杀之人的家属都来找我寻仇报仇的话，那恐怕弟子虽死100次，亦自不足。好，那你呢？庶民如尘土，帝王亦如尘土。复兴大燕是空，不复亦空。大彻大悟，善哉善哉。求师父收为弟子，更加开导。你们想出家为僧，需求少林寺中的大师替你们剃度。我有几句话不妨跟你们说。观心空王，玄妙难测，无形无相，有大神力。是心是佛，是佛是心，念念佛心，佛心念佛。欲得早成，戒心自律。心明识佛，晓了识心。离心非佛，离佛非心。非佛莫测，无所堪忍。